大家好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话题。就因为我长居荷兰，也在外企工作，后来也参加了一些协会，在这些经历中，我有机会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西方人，当然了，也包括很多荷兰人。很多事情我们华人聊起来就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，但在荷兰或是西方国家，这些事情是不会被拿出来讲的。如果你和我一样生活在西方国家，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平常会聊的话题，在西方世界却是被认为是在炫耀或是关你什么事。我是小云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生活知识、个人经验、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。我先说一件事情作为引子，我之前在一间荷兰公司上班，记得有一个中午，我想点一份甜点和一杯咖啡，就问了我身边的同事你要吗？他就问了我多少钱，其实真的没有多少钱，大概5到10欧元左右。他听了这个价格之后就马上拒绝了我，说不要，太贵了。在荷兰社会包括其他西方国家，当我们谈到钱的时候，真的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几件事情就是我们平常会聊到的话题，但是你最好不要聊，因为当你开始这个话题之后，在荷兰人和西方人的眼中，你就是一个非常白目的人，很有可能在这里会交不到朋友哦。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聊这些话题 OK。在我老家，当我遇到我的亲朋戚友和邻居的时候，必不可少的话题就是工作好吗？月薪多少？年薪多少？有花红吗？在荷兰不一样，我和你分享一件真人真事。在一个聚会中，我遇到过一个非常不识趣的华人。当我们在闲聊有关于工作的话题时，他问了荷兰人一个问题，他是这样问的：你现在的职位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？当我们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愣了一下，包括那位荷兰人。但是你们猜猜那位荷兰人是如何回答他的？大家都知道荷兰人是非常直接的，那位荷兰朋友就直接会问他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当时候的情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尴尬。在荷兰，即便是父母也不会问他们的小孩每个月赚多少钱。在这里，无论是家人或是外人之间，不太会讨论钱的话题。如果你经常出外旅游，然后回来会不断的分享，在荷兰人眼中你可能是在炫富哦。我们华人出外旅游很多时候是用我们的储蓄，荷兰人也非常喜欢旅游，但是他们必须要提前规划。他们最常的旅游方式是露营，比如说今年暑假他们想去某一个国家，他们会在半年或1年前开始计划储蓄。对于一个经济独立的荷兰人来说，他是没有太多储蓄的。如果非常不幸的这个月他没有收入，在没有荷兰政府福利的帮助下，他很有可能会连房租都付不起。也因为是国家福利比较完善的原因，使得大部分的荷兰人都没有储蓄的习惯。但是对于很多华人来说，这是小菜一碟，因为华人真的很会省钱，也很会存钱。如果你以后经常去旅游，都尽量低调一点，无需要让太多身边的西方人或是荷兰人知道，旅游对你来说是多么轻松的一件事情。荷兰基本做到了没有贫困老人，有些人就会非常的好奇，在这里退休后每个月得到的养老金是多少？这里的小孩会不会给父母孝亲费？西方世界的社会结构和我们的华人不太一样，在荷兰或是其他西方国家是没有孝亲费这回事的。很多华人家长还是存在着传统的思想，就是所谓的养儿防老。但是在荷兰，无论是18岁以后的小孩，还是退休后的老人，他们都需要靠自己。不止如此哦，很多荷兰父母在他们小孩18岁以后，都会鼓励他们的小孩离开家里独立生活。即便是不离开家里，父母也会要求成年后的小孩交房租给父母。还有的就是大部分的荷兰父母都不会承担小孩的大学费用，所以很多荷兰小孩都背着助学贷款。在这一点跟我们华人家长有很大的分别。其实不要说西方小孩，即便是在这里长大的华人小孩，他们也没有供养父母或者是给孝亲费这种理念。所以如果你问荷兰父母或者是退休后的荷兰人，他们退休以后每个月得到的养老金是多少，他们的小孩有没有给他们孝亲费，他们会以为你们是疯了吗？
不要轻易的告诉荷兰人你有多少间投资房、多少股票、多少名车名表等等。说到房子这一块，其实在荷兰它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，我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，因为在这之前我也以为荷兰的贫富差距是不大的，但是根据 Gini Coefficient 的数据显出，荷兰却是全世界贫富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，它的基尼系数是 0.902， 这意味着说 10% 的人控制了荷兰 60% 的净财富，这是非常大的差距。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，不是每一个荷兰家庭都买得起房子，但是在华人的世界就不一样，结婚、买房、投资几乎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。在荷兰人眼中，买一间投资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在西方国家或者是荷兰，尽量少聊有关于你的投资房、你的股票、你的奢侈品、你的名车名表等等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，在过去这几年，当华人社会的经济飞速的发展时，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也引起了荷兰社会对于华人的一个误解。像是当华人来这里旅游购物的时候，那简直是叫荷兰人的一个惊叹，因为华人很多时候会一次性买很多，而且很多时候是付现款的，这让荷兰销售员目瞪口呆，因为这些事情不常发生，当地人是不会这么做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当一个社会越富裕，真正呈现出来的现象应该是没有炫富这种行为的，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真正的有钱人，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物质表面上的东西，而是自我实现的价值。我相信你们也很常看到真正的有钱人，他们的衣着都非常朴素，生活也特别的简单。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，说出了人类5项基本的心理需求，从这个金字塔的最底层到最顶层，我们看到了吃喝拉撒是最底层的需求，再往上的就是寻找安全感，再往上一层就是找到社会归属感，还有的就是被他人尊重的需求，最后一点就是自我实现的价值。所以当我们实现了某一层的需求之后，我们就会想去实现更高一层的需求。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的温饱得到了解决之后，安全得到了保障，下一步就是希望被社会接纳，希望别人看得起我们，希望别人尊重我们，希望别人觉得我们实力雄厚。但是当这一层的需求也被满足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人类会进入终极需求，那就是去实现自我的价值。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希望去帮助别人，像是做慈善、公益活动等等。荷兰虽然是一个开放直率的国家，但是还是有它禁忌的话题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几件事情。我们既然知道了，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也欢迎你分享和转发给更多你觉得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